哇，还挺重的。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异闻录啊！这次我们来开箱和上手的是最近看起来性价比非常高的联想拯救者刃 7000P 的准系统。前不久，闲鱼上面冒出了一批只要3000来块钱的拆了显卡的拯救者刃 7000P 台式电脑啊，配置看这里，注意那个5800是不带插的。这么一套配置自己装的话，4000块钱都不一定搞得下来，而且它还带有联想3年的上门售后以及正版的 Windows 和 Office 啊，这么看起来性价比就非常高了。一开始我也有一点疑惑，哎，这批机器是怎么来的？毕竟3元钛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贵啊。直到后来我确认到，啊，原来联想的显卡它是不锁算力的，在闲鱼上面，联想的拆机3元钛要卖到差不多7000块钱，啊，剩下的这一堆破烂玩意儿怎么卖都是赚的，啊，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呢，好像还是 ROG 的 B550X1 主板。关于售后这一块，我已经打电话问过拯救者官方的客服了啊。你自己更换升级过显卡的机器，除了显卡这一块它不保啊，其他部分都是按照正常售后的。所以只要你的卖家不是那么的黑心啊，机器确实是原装的，只拆了显卡，没有偷偷动过其他部分啊，那么这一台机器它还是比较稳的啊。所以我自己也买了一台来玩玩看。我说到这一台包装箱确实是原装的，顶部的封条划开重新封过，毕竟它要拆显卡出来，这个是对的。底部的封条没有问题啊，也没必要搞。但是呢，这一面就糊满了一些白白的东西，这个角凹了进去啊，应该是快递导致的啊。卖家发的还是京东的快递，希望联想的这个包装箱以及机箱长度足够能扛得住吧。配置 R7580016G512G 没有什么问题，预装正版的 Office。OK， 来开箱，见证生死的时刻。哦，这个泡沫预留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这台机器幸存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强度还不错，看有啥配件。没有了。本体来弄我，这一代没有那个提手的吗？啊，有点难搞这东西。10几公斤略沉。不愧是品牌机，这个机箱的这个质感，我切实的感受到了。没有了。整台机器看下来，我肉眼上没有发现什么有问题的地方啊，玻璃完好无损，开机键 logo 前面的这些贴纸啊，全部都是没有撕的，看上去确实像是全新的。打开侧盖看一下内部，整台机器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要小，还有这一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可能是用来挡走线的。原来是这个 logo 的背景板啊，应该顺便还有挡线的作用。目前整体看下来，我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毛病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它作为一个产品本身怎么样。这台机器上手的第一印象就是机箱的做工不错啊，材料应该也用得挺好，因为它明明这么小一台，而且没有显卡，散热器还不是用的水冷，上手却特别的沉啊，感觉密度挺高的，板材啊应该是用的不错的。然后整台机器的外观感觉也不错啊，侧面有透明的钢化玻璃啊，内部的零件基本上也完成了黑化。正面是一块大面积并且转弯覆盖到侧面的中控网板啊，正中间有一个拯救者的 logo， 整体看上去挺帅的，不像那种一看就是拿来办公的品牌机。顶部也是大块的中控网板啊，里面隐约可以看到风扇位，官方说是可以支持240的水冷的。前置 I/O 接口还可以，2个 USB 3点不知道多少，2个超越时代的3.5毫米音频接口啊，以及一个电源开关键。品牌机基本上都是没有重启的，长按电源键就是强制关机了。屁股这里啊有一个12公分的风扇位，已经装好了 RGB 风扇了。I/O 接口，抠的就好像品牌机一样。音频接口只有3个，不过现在的板载声卡基本上都支持和前置的这个音频接口一起组成多声道。这块东西我们确认过了，是 WiFi 的天线啊，因为整台机器都是金属的啊，会屏蔽信号，所以要专门搞一块塑料在这里啊，千万不要拿它当提手。显卡被拔掉了，再下来就是电源啊，没有开关有一点抠，但也不能说它是有问题。底部有防尘网，但是要拧了螺丝才能拔开来清理。就是另外一个侧面啊，只有一块铁皮的这个侧板以及几个标签。
这里有生产日期7月20号，还挺新的啊。下面就是序列号什么的啊，卖家没有给我发票，说保修就靠这个东西了。我去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人买了这一类机器，然后已经凭着这个序列号享受过这个售后服务了，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个应该是售后服务的2维码，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正版 Windows 的标签啊，再过来就是这台机器居然是支持杜比音效的。这块玻璃侧板里面也是有铁框的啊，上手也是非常的沉。哦，原来是往上一推啊，可以了。机箱正面装了2把12公分的 RGB 风扇，是 AVC 的，AVC 的东西感觉还不错，不过主要面向 OEM 和服务器多一些。散热器是5热管单塔，已经做好了黑化，整体质感看上去不错啊，据说也是 AVC 代工生产的。这个内存是金士顿的 HyperX Fury 啊，但是这个 HyperX 这个商标我记得不是已经卖给惠普了吗？这个联想的电脑居然用惠普的内存。从背后这个标上可以看到，还是打着金士顿，然后是3200频率的啊，据说就是 JEDEC 的标准频率，没有 XMP。主板的右下角是一张 M2 接口的网卡啊，上面没有标具体是什么型号，官网上说是 AX200，等一下要进系统看一下。这里有2条天线的连接线，一条啊走到机箱后面，另外一条连接到前面板，这条线非常的细，拆前面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SSD 确实是三星的 PM9A1 512GB PCIe 4.0×4的固态啊，成色也挺新的啊，感觉不错。接下来看一下这块主板啊，因为后面我们还要测散热性能啊，所以这里先不拆散热器，免得造成影响啊。这个地方应该会插入拆了散热器之后的裸的主板的照片或者视频。有4条内存槽，4个 SATA， 2条全长的 NVMe 插槽。CPU 供电虽然是单8拼，但是有10个电感加2个大散热片啊，懒得算是多少项了，但肯定不会盖。音频芯片是 ARC892，就连风扇插头都有1、2、3、4、5、6、7、8个。除了 I/O 接口比较少，似乎还没有视频输出之外，啊，作为一块 B550来说，用料中规中矩，400、500块钱，我觉得还是值得。就是品牌级的 BIOS 普遍都说不怎么好用，啊，抄内存什么的要靠 Ryzen Master 来软抄了。毕竟是品牌机，虽然一眼看上去可能会有点乱啊，但实际上它已经按照比较方便维护的方式给分类和扎好了。就好像SATA线，它给扎成一块啊，塞在这里面了。当你要加装硬盘的时候，拔出来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说到硬盘，这台机器预留了2个免螺丝的3.5寸硬盘安装位置啊，甚至连这个 SATA 数据线都帮你固定到合适的位置上了。然后这一个。它应该是2.5寸硬盘的安装架，连这个固定硬盘的螺丝都备好在上面了啊，非常的贴心。这里还能看到一块 ARGB 的灯控板，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主板上面。这台机器上面的风扇的灯效应该是可以通过软件来控制的啊。最后是这个电源，它是由行家生产的，核定功率550瓦，单路正12伏，输出44安啊 AT Plus 铜牌。但是要注意，它是230伏 EU， 也就是欧洲标准，它是不支持110伏输入的。这个电源我就懒得测了，我选择相信它，毕竟联想是真的有3C 的。之前我也测过一个行家的品牌机同款电源啊，虽然技术不是很先进，还是单路磁放大啊，但是不管我负载怎么加，它出来的数据就是没有问题。这台机器的里里外外我们都看过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显卡装上去，准备开机测试。这里我们使用的显卡啊，是前不久我在百亿补贴上面买到的影驰3660 钛骁降加他们家的守护者700瓦电源这么一个套餐啊，价格是4100啊。这个电源我都懒得拆包装了，丢闲鱼应该200块钱是能卖到的啊。那么这张3660钛呢，就相当于只要3900块钱。还记得这个月初我在 B 站发动态啊，说我从渠道上那边听说啊，现在显卡已经开始缺货了，然后下面评论区就一堆人啊唧唧歪歪的。结果现在是8月中，现在淘宝上面的3660钛平均已经要4400打上了啊。那一些说卖房说哈的朋友赚到钱能分我一点吗？有时候我提前知道了一些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啊，就很累，你知道吧？开箱。非常的简洁，就一张卡，连那个电源转接线也没有。外观一般般，不难看啊，毕竟也不是说旗舰卡什么的啊。顶部可以看到供电是单8拼输入 ，PCB 只到这里啊，后面一半是镂空的。
它这里还配了一片东西用来压住显卡。原装的显卡屁股这里还有个支架，可以固定到机箱上面啊，在运输的时候可以防止显卡发生晃动产生损坏啊。这个不是原装卡就没办法了。最后插上电源线，哎，就收工了。OK， 开机。哦 ，RGB 已经起来了，这个性能在迅速的提升。硬盘里面的系统居然是还没有激活的啊，真就除了显卡，剩下的都不重要呗。行吧。OK， 又是一段时间过去了，这台机器要测的东西基本都测完了啊。按照惯例，还是先来看一下它各个配件的参数。首先还是 CPU 5800不带插的，对比带插的主要是 TDP 低了啊，默认的频率应该也会低一些，其他参数基本都是一致的。5800不带插的这颗 CPU 它也是能超频的，也可以开 PPO 啊，不过体质应该会比带插的弱上一些啊，不然它们就拉不开差距了啊。不过如果你不是大幅超频，只是日常使用的话啊，差距不会太大。等一下会有相关的对比测试。这个散热热态码在我介绍数据的这一个时间点啊，已经涨到5800以上了，从大家咬一咬牙能买得起的散热热态，变成大家买不起的散热热态。然后这张卡在任性铅 P 里面是可以跑满 PCIe 4.0/16的啊，这个 1.1 是因为它现在是在待机，它降频省电了。里面那张无线网卡我们之前以为是 AX200啊，结果开机之后发现是螃蟹的 RTL852A1啊，好在它也是 WiFi 6的无线网卡，然后我去淘宝搜了一下，要120，比 AX200 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内存是3200C22，就是标准的 JEDEC 频率啊，时序非常不好看啊，不过好在这玩意它是可以抄的。SSD 在第一次开机之后，可以看到通电次数和通电时间都非常的少，还是比较新的啊。传输模式跑在 PCIe 4.0/4上，速度可以达到接近7000读取，5000写入，还是挺不错的。任性铅 P 里面那几个 RGB 风扇在开机之后，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联想电脑管家进行灯效的控制啊。灯效的种类还是挺多的啊，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风扇它们的颜色是不同步的啊，全部是分开控制的啊。那我就有一点搞不明白联想的这个设计思路了。联想这个品牌机的 BIOS 和预期的一样啊，虽然它支持鼠标啊，但是功能非常的简单。CPU 超频什么的就别想了，内存也只有一个选项，应该就是开启 XMP。不过好在 AMD 它官方有推出一个叫 Ryzen Master 的软件，可以在系统里面进行超频。Ryzen Master 里面有着非常详细的超频选项啊，像手动超频或者是 PPO 都是可以的啊。这里放出我们自己使用的 PPO 设置啊，想偷懒的话可以抄一下啊，但是抄得不稳定的话，不要来找我，自己去研究。内存这里我们在 1.45 伏下超到了3600C18啊，过了2轮的 Testman 5，性能还可以。电压 1.45 伏其实有点高了，我们是偷懒啊，没有花太多功夫去折腾。这两个内存代码夹散热表现也还马马虎虎啊，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自己慢慢调吧。联想的这一个电脑管家除了可以控制灯光之外，还可以切换机器的散热模式啊，有3种，每一种的最大风扇转速以及 CPU 的功耗释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分别在散热模式下跑了 Cinebench 223和3D Mark Timespy 的 CPU 分数，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差别的啊。风扇转速越高，也就是越吵的模式下性能越强。当然，散热模式下的噪音也是不一样的啊。野兽模式单烤 CPU 最高可以去到47分贝左右。加入显卡一起烤机之后，倒是没有增加多少噪音啊。野兽模式下也只是到48分贝左右。在后面的对比测试中，为了让这台机器能够完全的发挥出它的性能，我们都是在野兽模式下跑的啊。大家自己使用的时候就根据能接受的程度来选择吧。好，那么终于可以来看一下这一颗出给整机商不带插的 R75800 CPU 的性能表现了啊。为了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我们也加入了其他 CPU 进行对比。首先是比较容易能买到的普通带插的 R75800X CPU 啊，不过这一颗的体质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所以 PPO 下的性能表现不会非常顶尖啊，大致做一个参考吧。另外一颗对比 CPU 是我们之前只做了直播没有出视频的英特尔酷睿第11代 i7 处理器啊11700K。它和5800、5800X一样，也是8核16线程的。然后虽然11700K 它是一颗带 K 能超频的 CPU， 但是我们特意选择了搭配不能超 CPU 只能超内存的 B560主板。来看一下，在同样装机预算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11700K 和5800系列在性能方面的差别。要知道，即使不超频，11700K 的最大睿频也是比不带 K 的11700要高的。
在这块主板上面，内存也是抄到和 AMD 平台那边一样的。 以及我们还把任性铅 P 里面这一颗5800单独拆了出来啊，放到了一块普通的 B550主板上面啊，再加了一个100多块钱的利明散热器去跑测试，看一看任性铅 P 的主板级散热器有没有对这颗 CPU 的性能发挥造成限制啊。另外5800X也是在这一套平台上面跑的。 哦，那么终于可以开始报成绩了。首先还是 Cinebench 这个老朋友啊，在22和23中几颗 CPU 的名次啊基本一致。 这里面得分最高的是在 B550上面开了 PPO 的5800X啊，无论是单核分还是多核分都是最高的。多核分排第2的是装在零售主板上面，在开放平台下进行测试的5800。过来就是装在任性铅 P 里面的5800，多核分最低的是11700K啊，毕竟在 B560主板上面不能超评。11700K 的单核分比5800X低一点，然后又比5800略高一点。 5800在任性铅 P 上面的多核分只比零售主板上面低了约2%啊，单核分也只低了一丢丢啊。这个性能差距还有可能是封闭式机箱和开放平台的散热条件差别所导致的。不然是 V-Ray5，这也是一个对多线程优化比较好的渲染软件。11700K 的排名比之前好上了一点，但也没有好很多。 如果能让 11700K 超上全核5.0的话，啊，按照频率比例来算，11700K 的得分应该是能超过5800X的啊，但是主板要贵出不少。 啊，过来是 Spec Workstation 这一个专门跑工作软件的软件啊 ，AMD 这边的 CPU 的排名跟前面2个软件差不多啊，反倒是11700K 追了上来，11700K 已经有2个项目超过5800X了。倒是不知道为什么任性铅 P 的 7-zip 成绩比其他的都高出了一截啊，莫非这个项目跟 SSD 的速度有关？过来是地球上最好玩的游戏 Sunny Mark。 在使用 D12 的 Time Spy 中 ，AMD 这边的 CPU 的排名还是那个排名啊，毕竟本质上来说，这是同一个 CPU 跑在不同的频率上。然后11700K 这边不知道为什么 CPU 分突然间比 AMD 那边高出了一截啊，然后显卡分又反倒比 AMD 那边低了一点点。过来是使用老技术 D1211的 FS1啊 ，D1211对多线程的支持稍微差一点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同核心数、同线程数的11700K啊，它的 CPU 分它又低了一截下来。 显卡分嘛，几颗 CPU 都差不多啊，11700K 还是低了一点点。过来是 Sunny Mark 新推出的专门给 CPU 跑分的项目啊，现在 Sunny Mark 不光适合显卡玩，也适合 CPU 玩了。在这个测试中，11700K 的每一个得分都赢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项目比较新啊，有针对 Intel 的11代架构进行优化。接下来是实际的游戏测试，因为时间关系只跑了2个，第一个是古墓丽影11啊，这几颗5800跑出来的成绩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毕竟这个游戏在开了高特效之后，主要吃显卡。11700K 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低了一帧，和 Sunny Mark 中的情况类似但不影响游戏吧。 过来是吃 CPU 单核的 CSGO 啊，这个其实算是锐龙的传统强项了，但11700K 也能跑到500帧啊，这个怎么看就大家自己考虑了。11700系列对比5800系列，其实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有核显啊，毕竟显卡现在又开始慌起来了，大家懂的，所以我们后面又专门对11700K 的核显啊进行了一下测试。 结果测试下来，我们发现11700K 的核显的理论性能啊，已经比 GT1030这一张已经涨了价的入门卡要强了。但是在跑 CSGO 的时候，在1080P 这一特效下，明明是11700K 的核显要强一些的啊，开到1080P 自动之后啊 ，GT1030反倒又强了回来。我们仔细对比过画质的选项，每一项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英特尔核显驱动的锅，还是说1030的显存带宽有优势，还是说别的什么原因？ 当然，大家不要忘记啊，新一代 APU 的核显比这个还要强不少啊！我手上刚好没有啊，这个视频也足够长了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别人做的评测啊，已经有很多了。接下来我们单独给这一台装上了3060 Ti 显卡啊，组装完成的任性铅 P 跑了一下最新版的鲁大师，出来的得分是超过150万的。另外，我之前听群友说啊，任性铅 P 给里面的 CPU 加了一个橡胶圈，防止在运输过程中产生什么问题。 拆掉这个橡胶圈之后，对性能会有提升然后我们打开来看，还真的有这个圈，所以我们也跑了拆除橡胶圈前后的性能差别。实际在 Cinebench 中拆了橡胶圈之后，确实会强那么一丢丢，但是都几乎可以算在误差范围内了。可能拆了之后散热表现会好上一些吧，这也就大家自己考虑了，应该不会影响保修吧。 好，那么到总结时间了，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台任性铅 P 拆卡机值不值得买这个问题。我们这里算了一下，这台机器它每一个零件单独买的话是需要多少钱？
算下来总价是3800、3900左右啊，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它送的正版系统、正版 Office 以及3年的上门售后。这台机器在闲鱼现在能找到3500左右的，唠一唠嗑，说不定还能便宜一点啊，所以这么看下来呢，就还是能赚一点的。当然，这里面肯定还是有风险的，毕竟闲鱼的监管肯定没有淘宝和京东这么好啊。你收到机器之后，一定要仔细检查里面每一个零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还可以打电话给联想的售后确认一下它的序列号是否在保等等。除了它里面这一块主板啊，B 站上面有人做了评测视频啊，就是它虽然用料不差，但是作为一块品牌机的主板啊，它的兼容性会差上那么一些。毕竟品牌机只需要考虑兼容他们自家的硬件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想折腾的话，最好先去看一下那个视频。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想加内存啊，那么最好选择原生频率3200的，然后想买显卡装进去的话呢，最好买新出一点的型号。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不到价格合理的显卡啊，这台机器没有自带核显输出啊，它也能算得上是一个缺点。所以现在呢，在闲鱼上面还有另外一种联想的拆卡品牌机，叫做 Geek Pro 2021。CPU 是5600G，然后16G 的内存，256G 固态加 1TB 机械盘，整机的价格是2800虽然比之前是涨了那么一点，但是作为一台过渡机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差点忘了，不要买成处理器是3600的旧版本配置一定要看清楚。另外也可以去京东、淘宝或者线下看一看联想自己有没有放出原价的机器出来算一算卖掉显卡直流机器会不会也划算虽然我觉得可能抢不过职业的。好，那么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评论支持一下希望大家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再见，拜拜。